我们今天讲的是什么呢？今天讲的就是教皇方济各去世。教皇方济各去世，它是一个标志性的、带有巨大玄学色彩的事情。就像我在这个时间发生第一时间感应到的一样，就是像人类的教皇这样的人的去世啊，像毛泽东这个 level 的人、希特勒这个 level 的人去世的话，他可不是一般的事儿啊，他是在我们人类这个行星上，就是上帝造的我们这个 Matrix 这个行星上出的一个标志性的事情。怎么讲呢？就是上帝如果拣选川普那一枪擦着过，是上帝在干扰或者上帝在干涉人类历史走向。方济各去世，直接给他收走了，就是上帝下场，上帝亲自要来了。我很荣幸我们能活在这样的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啊，就是所以我通过我的频道传递给大家这个信息，上帝可能亲自动手了。为什么呢？因为方济各是罗马梵蒂冈天主教会的教皇。这个教会，这个罗马天主教会当基督教分裂的时候，从基督教原始的状态分裂为天主教和东正教正教之后，其实它是伴随着罗马的分裂。罗马非常强大，分裂为东西罗马之后呢，西罗马呢就是天主教，东罗马呢就是今天我们俄罗斯的那些乌克兰的那些东正教又叫正教，他们自己叫自己正教。天主教在整个西欧贯穿着政教合一的体系，持续了很久很久。天主教当时在西欧的状态特别像后来伊斯兰教的那个政教合一的状态。Talent Tom 今天给你写了教皇好，我还没看呢我会看的。Talent Tom 谢谢你祝你发大财，生日快乐，性生活愉快那个我接着说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这个罗马教皇他在历史上他曾经有长时间的这个垄断权力、宗教裁判的权利，也具有干涉世俗政权的权利所有的皇帝、国王、加冕都要罗马教皇的认可，否则的话，那就是起到东周天子的作用、周天子的作用。很长时间处于一个现代科学叫的黑暗时代那个黑暗时代就是罗马天主教皇统治欧洲非常深入的时候这个是还要感谢黑死病，就是元寇入侵蒙古征服带来的黑死病席卷西欧，把西欧上层人士全毒死了一下子破坏了西欧的这种权力结构。据历史统计，西欧死亡人口超过1/3，有说是有些地区超过2/3，就是3个人里面有2个人在瘟疫中去世，以至于这个社会的基础结构受到了摧毁。所以呢，文艺复兴得以在意大利萌发就是光明时代到来了这是非正史非正宗历史学家的观点，就是为什么罗马会复兴为什么文艺复兴会发生，为什么黑暗时代宗教捆得死死的这个西欧就是那穷就是那个脏那不是说傲视中国。你听刘仲敬在那胡说八道，就是西欧那800年的黑暗时代它比中国只能更挖因为这个宗教合一弄出来那个人都是傻逼到你都不能想象。那么一场黑死病解决了所有的问题可以说真的是上帝在出手。然后呢，就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精神，然后政教分离梵蒂冈从那以后呢，就开始越缩缩越小，越缩缩越小。到方济各是第一个非欧洲系统出来的教皇120个红衣大主教关门选1-2个星期选出新教皇来。这个方济各是个南美人，他不是欧洲人，他是人类历史有史以来第一个南美洲来的教皇。虽然是个白人，但他不是一个纯的那个西欧白人。那么这个人呢，带着很多的改革主义的色彩本身他就是南美的，他又是很亲共的很亲共，非常包容所谓的 LGBT 所谓的人类的这种新自由主义这是方济各教皇身上所带的政治色彩也就是说，方济各教皇他作为一个人来说，他可能是个很好的老头也没有什么私房钱，死了之后我看也是两袖清风的。但是他这个位置，他这个地位决定着他一定有政治色彩一定有人类的政治色彩，决定着人类方向的浓厚一笔。如果说我们人类现在走在什么十字路口呢？往左走，你看看巴黎奥运会的闭幕式，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你就知道往左走的方向。你看看前几年美国选美小姐选出来那个美国选美的哇操，那个变性人大家知道吗？黄种人就是还是亚裔就是我们这华裔的肥猪头，我操，那个头那么大，就像他妈的打肿了一样，然后这么粗
啊，300斤吧都有，美国选美小姐啊，旁边的那些金发碧眼的长得像梦露的这样的小姑娘全都落选，哎，她能选上啊。然后你再看看那个什么，哎呀，我跟你们讲啊，你们现在在洛杉矶街头走一走，经常能见着看起来是个人类，但是仔细看又不像是人类的这样的生命，这是往左走啊，高度自由；往右走啊，就是恢复保守，就是人类只有2个性别。如果有半男半女或不男不女，那个是一个极少数啊，不值得我们推崇，当然也不能歧视，但是他们只是性少数，绝不能允许啊一个男人变成女人之后去参加女人的奥运会，这个是往右走。然后还是要组织家庭，还是要生孩子，还是要去上班开公司，公司呢税务要降低一点，让老板们活得舒服一点。工会呢折腾的力度小一点，然后我们的这些所谓的出卖劳动力的蓝领工人们假期多一点，补贴高一点，政府小一点，战争少一点，国际援助少一点。这个就是往右走。往左走，往右走，天下大同，还是各自回到自己的家里，各回各家，各找各妈，这是左右之争。美国就出现了右边的川普啊，共和党大获全胜，代表着美国人要往回走了。注意，川普大获全胜之前，所有的美国民意调查全是拜登赢，贺锦丽赢。为什么？因为民意调查不到沉默的大多数，很多人不说话，但是投票的时候他们会出来投，所以真的是美国老百姓把川普和共和党双双推到了主导地位。共和党在川普的大选中，2024大选中，既赢了总统，也赢了2院，得到了强势执政，往回走了。而且这个共和党可不是以前的共和党，没有麦康奈尔的位置，没有 Nancy Pelosi 的位置，它是一个 MAGA 共和党啊，就是非常非常保守的共和党，都是一些年轻的美国白人，甚至没有什么从政经验的美国白人，围绕在川普周围。这个团队是完全不同于2016年的川普团队的。2016年的川普团队是一个妥协的团队，他的副总统、他的国务卿都不是川普的人啊，都是传统共和党建制派，也就是说跟民主党差不多的那一批人。这就是美国的变化。那么紧随而至，我们加拿大也发生了变化。随着特鲁多倒行逆施10年，加拿大人也沉默的大多数爆发。加拿大的保守党曾经获得高达55%、60%的支持率，就是稳赢。结果人算不如天算，忽然川普第一招先向加拿大加税，并且向加拿大提出领土声索，使得加拿大保守党瞬间失去优势地位。也就是说，如果这次加拿大没有变天，唯一的原因就是川普，就是美国。美国严重的干扰了加拿大正常 change 变天的这样一个节奏，使自由党特鲁多一下子找到了公敌。所以谁对美国撂狠话，谁对川普撂狠话，谁就能赢啊！因为毕竟加拿大那么傻逼还是多嘛。那么作为加拿大保守党来说，撂狠话的程度呢就比自由党弱多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在政治版图上跟美国执政党共和党很像，光谱是类似的，所以他撂狠话那撂不狠啊，没有自由党那么狠。所以呢，民意支持度啊，目前自由党又翻升了，又领先4个点，42%第一，而保守党退居到37%到38%之间，落后了4个点啊。28号就是明天啊，明天是最后的大选正式投票日，明天我们就能见分晓，加拿大到底是保守党上台发生和美国类似的变化，还是自由党继续干下去，明天就见分晓。唯一的变数就是川普这个狗操的给我们捣乱了啊！他这怎么是个打横炮的玩意儿啊？那么我为什么讲方济各之死刷新了我所有的预测呢？因为你谁能想到方济各前2天还挺壮实的，然后美国副总统来他还见副总统啊，泽连斯基去他都见泽连斯基，副总统跟他见面，上午还好好的啊，下午他就挂了。这不是万斯副总统把他呲死了，这又是啥呢？你们告诉我这是啥？是不是就是把他给喷死了？就是给那个戾气、那个刚气把他喷死了。为什么？因为万斯在川普的那个旗子里边，那个队伍里边，万斯就是个旗手。
就是如果说红脸白脸的话，那是个白脸啊，这个是个打手。冰球队的话，他就叫 fighter， 他是个打手，他的力气有双花大红棍最猛，他一下子把方济各给喷死了。因为方济各就是人类向左走的那个旗手，教皇是站在 LGBT 这边的，所以教皇是站在民主党这边的，所以他一下子一死，使人皇忽然幡然悔悟。人皇是谁？我问你，地球现在最强大的国家是不是美国？美国的总统就是目前地球上的人皇。人皇啊，前一段时间表现不像人皇，而像人中皇。他刚刚上台以后，川普的那个政治策略，他的那个韬略，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啊，就是对付中国，不能让中国用廉价商品冲垮美国形成的继承国际秩序啊。如果说以前可以，以后再也不行了。为什么？再冲中国就是老大了。所以这个可以理解啊，在商言商，屁股决定脑袋。作为美国人的总统来说，当然是要维护美国人的利益，他不可能维护中国人的利益。所以他搞这个事情啊，把这个刚上台的这几个月的时间啊，两件大事，一个是关税战针对中国，一个是俄乌战争，他都搞砸了，赶得像人中皇，一点都没有人皇的权威性。第一，过低的估计了俄罗斯的狡猾程度。他老觉得川普老觉得普京是他的铁妈鸡，只要他一点头，普京就给面。所以上台之前就吹牛逼说24小时就可以让停火，我双方极限施压，双方都得给我老实。结果没想到双方都不给他面子。俄乌战争，川普的人中皇的这种败笔，使得整个欧洲、整个同盟国跟他离心离德，因为他站在侵略者一方。川普就是站在侵略者一方，替俄罗斯说话。无论有多少川粉，有多少川普迷，包括我们华语川粉界的川粉之王赵晓我认识啊，赵晓我们俩在北京就是熟人。赵晓我操给川普各种洗地，但是 anyway 我们不崇拜任何人，虽然我支持川普，但是我告诉你，我可以评断他，我的观点就是川普这是个臭棋，他是个臭棋。当然你没有必要像拜登那样没有原则的支持泽连斯基，但是你应该务实的认识到俄乌战争的实质就是俄罗斯发起了对乌克兰的突然袭击，这是一个事实。你无论他的理由多么充分，但这个事实就是发生了，你不能洗地洗到他妈的就不要脸了。所以你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极限施压，我弱化这个事实，让泽连斯基气焰低一点，双方尽快握手言和，但你不能就此就推翻这个事实。你推翻这个事实，反而会使普京产生错觉，就以为他妈的好啊，以后他妈我干什么都行。果不其然，普京不配合他，就让他外界受夹板气，既没有得到俄罗斯的支持，也失去了同盟国。这是俄乌战争川普在新上台这几个月做的一个大败笔。第二个大败笔就是对中国也是一样，充满了自信啊，以为自己啪一个响指，中国咕咚就会跪下啊！我他妈的给你加到45%，你就得跪下。结果加到145%，中国都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是他完全没有想到，大家看出来，他完全手足无措了。他等这个电话都已经自己说了，我在等一个电话，你什么时候给我打电话？就不给他打，所以他完全没有办法。而在这个过程中，他操之过急，在搞定中国之前，先把加拿大、墨西哥和其他的盟国给得罪了。所以搞得现在当然是在凿补了啊！赶紧跟各个盟国赶紧谈，说啊我是故意的，我开始就是这么一喊，但是你看也没跟你们加吧，这第一。第二，我不跟你们这么来真的，我拿个大棒子给你们挥两下，你们能跟我好好谈吗？这都是借口。造成的直接后果是什么？造成的直接后果是，第一，他的铁杆支持者可以说是一路花钱把他买上来all in他的马斯克跟他出现了分离趋势，离心离德了。马斯克就是川普的金主啊，打赏最多的那个人，花了3亿美金把川普买上来的，难道不是马斯克吗？如果马斯克没有用 X， 没有用钱使劲支持川普，最后几个月简直是川普走到哪儿，他跟川普在一起演讲，美国首富马斯克这么大的贡献度，结果川普上来搞贸易战的时候，首先伤害马斯克，一路高歌猛进的特斯拉股票从500美金这条线一直下降到220美金，直奔200见一而去。马斯克的股东都急了呀！你这公司他妈都好好的一个公司，而且马斯克因为捍卫川普的利益，欧洲特斯拉的销量急转直下，欧洲人恨他，因为他必须捍卫川普，川普骂泽连斯基，他跟着骂，得罪了欧洲市场。你作为一个企业家来说，
欧洲市场你不要了，中国市场你不要了，那你可不就是200块钱一股，200块钱一股，这个挺公允的。原来你是600，你欧洲不要了，亚洲不要了啊，好吧，200。所以马斯克也急了。那么从马斯克急，另外一个效果就是美国股市出现了崩盘趋势，从45000点一线直奔38000点而去。川普的支持率达到了历史新低，是所有最近几届美国总统前半年支持率里边最低的一个。作为一个美国总统的话，不得不考虑这个问题，所以川普处于一个人生十字路口，怎么去回复这件事情，怎么去他妈把这些事情挽回，把自己这个做的这2个败笔弄好的时候，关键时间，教皇死了。川普实际上没脸去见世界领导、世界核心的，因为他已经因为那2件事左一脚右一脚，可以说开倒车比他妈老习开的还猛，一下子把自己的买卖做塌了。怎么去圆这个谎？方济各死了。方济各死了之后，川普亲自去飞到梵蒂冈参加教皇的葬礼。大家知道这次教皇的葬礼有什么区别？跟以往教皇的葬礼啊，以往世界没有在十字路口上参加教皇葬礼的，以往要么是国家元首，要么是国家的政治领导人，要么是国家的宗教领导人。但这次方济各死，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在梵蒂冈出现了几乎闻名世界所有国家的宗教领袖、政治领袖和元首同时参加，聚集一堂。当然除了东大不在这个体系之内，东大伊朗和朝鲜除外，还有俄罗斯。除了这几个流氓国家之外，法国、英国、德国、加拿大、日本，包括台湾，都派出了重要的官员和使节，甚至是最重要的官员使节云集一堂，尤其是这些基督教国家。所以川普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修复与盟国的关系。我们看到了川普把这个机会把握的住的，就是我今天这个封面照片。这个照片就像川普挨了一枪一样，又是一个像，推背图里边那个像其实就是一个照片。这个照片是什么？在象征着西方世界团结的信仰的中心里边，但是中国人没有信仰，所以中国人很难理解这句话，就是信仰有多重要，宗教有多重要啊！宗教太重要了，宗教可以把人团结在一起，尤其是有共同的宗教的文化背景的人。在那个地方的核心叫梵蒂冈，梵蒂冈的核心叫圣彼得大教堂，好像是叫圣彼得大教堂。我如果记错了，麻烦各位扣屏更正我一下。在圣彼得大教堂的穹顶下边，大堂里边只放了2个普通的椅子，一个川普，一个泽连斯基，2个人头冲头，弓着腰，像2个老朋友一样这样说话耳语15分钟，没有翻译，没有第三方，2个人的头都快亲到一起了，鼻子尖都快碰上了。你看看这他妈要不是像，这还是啥？这是什么像？这是川普人皇对着他的兰开斯特勋爵说：“我错了，上个月我跟你装逼来着，把你撵走了。我认识到这事儿我办的不太好。”就是这个意思。你还要让人皇怎么给你面子？难道他跪下吗？在里边有个小插曲，开始放了3把椅子，法国总统马克龙想坐在旁边跟他们一起听，川普直接挥手：“你走，我要跟他单谈。”马克龙悻悻的，人皇让你走，你还真得走，走了，真走了，马克龙真走了。马克龙的那个椅子也被拿走了，剩下2个椅子头靠头。这次没有万斯，没有双花大红棍装逼，就咱俩单谈。有唇语解读专家解读出了他俩的唇语，但这并不重要，因为他俩的姿势和他俩的这一项已经说明了一切。我们几乎可以预测，川普未来的政策将发生重大的觉醒：一，对于俄乌战争开始务实，开始回归盟主的位置，开始把乌克兰放在重要的位置挺乌，通过有限度的支持乌克兰，并且承认战争的正义性，继续团结盟国，这是将来会发生的事情，而不是跟俄罗斯走得太近。这是第一啊，我们通过这一项预测啊，我们也玩推背图。第二，经济上制裁中国，先缓一缓，说缓一缓是等于不干啊？错，完全不是不干。
是开始打得太乱了，打得太急了，现在场间休息一下，绝对不会不打了，但是会更策略，会先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先调整一下步伐和气息，把那些引起股市波动、引起金融崩溃的这些因素消失掉，慢慢的对付中国，这才是正路。为什么？因为今天的中国，我们都是中国人啊，我们关上门来不说外人的话，今天的中国制造业实力之强，产业链之强，如果玩热战，除非美国真有飞碟，如果他没有飞碟，他只是到 B2 和 F22，我话给你撂这儿，他不一定能赢。为什么？堆产能你堆不出来，就这么简单。如果是打一场二战式的战争，俄乌式的战争，美国堆不赢中国，就这么简单啊！很简单，数据说话。你造船一个月造几个？你造炮弹一天下来多少炮弹？为啥？你他妈都空心化了，过去30年你都搬走了，搬中国去了。中国要是全国的工业体系全部用于军工生产，那不能怼死你？能不能怼死你？所以你对中国这样的庞然大物，尤其是你自己培养出来的庞然大物，你不能玩太急。因为什么？急你吃不了面酸梨，它已经硬了，翅膀已经硬了。你急的话叫自取其辱，你只能玩阴的。美国对付中国需要的时间和需要的难度是要超过美国对付苏联的。美国对付苏联可没有说1天2天能拿下苏联的，多长时间呀？双方切割拉锯多长时间？你要做好同样的准备，才能真正对付中国。否则的话，你是必死无疑。不是说中国强大把你弄死，而是你把自己弄死。就是你他妈耍大宝剑耍的太他妈武到了，咔来了一个抹脖，我操！中国啥也没干，就坐在那儿就赢了。因为你在这又飞刀又他妈弄完了，把自己给抹了。所以这是我看这个项，今天跟大家聊一聊我的感觉，就是川普这次变化特别大。当然有人说你他妈有一个黑西装嘛，川普穿了个深蓝色的西装嘛，也确实挺丢人的。确实他这又丢人了。他真的应该穿个黑西装，他肯定有，他怎么可能没有啊？美国总统没有西装啊？但是呢，我要替他说一句话，咱们黑归黑，骂归骂，但是不能无脑黑。在场很多人穿蓝西装，只不过没坐到第一排，川普坐的第一排，坐前2排吧，至少前几排，所以他比较显眼。后边也有穿蓝西装的，并不是违规矩啊，穿蓝西装或者穿宗教服装没有什么违规矩。他作为一个共和党领导人的嘛，他穿蓝西装你也挑不出什么来，他至少没打红领带，对不对？所以这个事儿呢，就说不美，但是也不至于说因为这个事儿黑他，不完美吧。但是呢，这一次他的变化和整个西方又团结在一起的这种变化，就在这个教皇方济各的死亡的这个葬礼上啊，这一项出来了。教皇方济各，如果我们用正面评价他的话，几乎就是以自己的死、自己的回归天堂、回归天主，燃起熊熊篝火，使分崩离析的西方诸国国王，包括被鬼迷了心窍的西方人皇幡然悔悟，继续团结在信仰周围，为信仰和真理而战，为基督的荣耀而战。面对敌基督的最大的敌人，就是东方的那个独裁的巨兽啊，共产主义的幽灵，共产主义的叫什么来着？老梁那句话叫什么来着？叫共产主义的附庸是吧？他发明了个词儿，还说得不错。